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在之前我就有介绍几个 Age of Empire Mobile 的游戏影片介绍，其中包括我刚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感觉，一些新手的攻略，还有实际战斗的游戏体验。今天主要的内容是说我在玩了这款游戏之后有什么感想。现在才来讲这件事情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游戏快要上架了我现在才做这个影片其实有点太迟了。那各位要记得在2024年10月17日的时候游戏就会正式推出。不过在我上次发布影片之后，有很多观众问我去哪里下载你们可以去我的影片说明，或者是我这一次放在评论置顶吧，给你们更方便去搜索。或许之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联盟一起打仗。那废话不多说，我们正式进入主题。像是策略游戏其实有包括很多类型的，像是点对点、回合制的，或者是即时战略。当然我个人是比较偏向于喜欢即时战斗的游戏，可以让玩家更加沉浸式的去玩游戏。毕竟我们都说打仗游戏、策略游戏在当下做出的任何决策都会影响到你们的战斗。在跟队友们打下每一座城池的时候，那种兴奋感是不一样的。还有看到游戏画面里面全部都是部队的时候，那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在很多策略游戏中可以发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那位玩家他是花了很多钱去建立自己的账号，一般玩家是打不过这位玩家的。我们游戏中称呼为氪金玩家、大金鱼玩家，这个也是比较多玩家担心的一点，会不会氪金的比例不一样而导致到游戏的平衡不同。像之前我就有体验过战斗了，确实有一些玩家他们提升的速度比较快的话，可能已经出到 T7 了。然后我们一般的玩家可能还是在 T5 的阶段，没有办法打得过这位玩家。但是这个问题也仅次于我们单挑这位玩家的时候打不过而已。如果我们是大量部队玩家去打这个玩家的话，还是可以打得过的。并且你们还记得在上一个影片中我有跟大家讲过，如果一位玩家他们要去打下任何一个建筑物，不管是集结、要塞、旗帜，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像我上一个影片就有跟大家解释过，集结、旗帜、要塞里面都有上百万的部队，然而玩家能够派遣的部队数量有限，每个部队的兵量也是有上限的，所以没有办法一位玩家就直接摧毁掉你的旗帜、要塞、集结，还是需要有队友的配合才可以完成。所以在 Age of Empire Mobile 里面更加追求的是玩家的活跃度，只要你们的玩家能够一直不断的去补集结、补旗帜、补要塞，甚至以人数压制的话，还是可以打败一些氪金大佬。不存在一个氪金大佬统治整个王国，因为我们在打仗期间真的是有遇到这个玩家最后还是抵不过我们联盟的玩家人数，活跃度比他们更高那个大佬他就转来我们的联盟里面了。并且除了玩家的人数还有活跃度之外，指挥也是很重要，如何要去布置你们的战斗，队伍要怎么搭配，要以什么方式进攻或者是防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决策。像上一个影片中我跟大家说过，在测试服我是负责做官员的，我有帮忙承担起一部分的责任，跟我的队友说应该要做什么东西，大家一起牵扯到我们的旗帜附近，把我们的部队放进去增援就好。你们要以攻为守还是以守为攻，或者是攻守兼备，都是策略的一部分。这也是游戏的魅力所在，战场一直不断的在变化，军师和玩家都要在当下做出及时的反应。而且更方便的地方就是现在是手机版本，在收到队友的通知之后，可以随时随地的拿出你的手机去战斗。下一个部分我认为在游戏中的元素也是很重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策略游戏其实有分成很多种，有些策略游戏用不同的故事背景啊，像是用电影、书籍、原创内容、魔兽世界或者是历史等等的故事背景。我个人是比较偏向喜欢历史文明背景的题材，会让玩家更有代入感。比方说来自英国的玩家，他们看到理查一世，或许就会去培养那位统帅，也可以从游戏中认识到一些统帅他们的故事背景。当然如果你是我的老观众的话，应该都知道我非常喜欢萨拉丁，不是因为我是来自阿拉伯的玩家，也不是因为我是穆斯林，而是因为我知道了这位统帅，去了解了他的故事背景之后，才知道萨拉丁的为人是这么的慷慨，在圣城耶路撒冷的表现也受到了欧洲骑士的尊重，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萨拉丁。但是在我玩游戏之前，我是根本不认识萨拉丁这位统帅的，像我自己学习也不怎么样的人，我都会为了游戏去搜索一些统帅的资料，他们的故事背景。所以像 Age of Empire Mobile 里面，它融入了历史文明、建筑、部队还有统帅，让玩家更有代入感，就感觉自己好像进入到了中世纪。因为之前我有说过一些火器时代的东西，但是我看到有一些观众的反应就有说到，他们不想要火器时代，不想要更现代的武器，就是想要体验中世纪的战斗感觉，刀光剑影的战场，而不是机枪扫射的战场。
而且还有文明选择，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强项，有些是专门为了打仗而设计的，有些是为了早期发育自己的城市部队而去设计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去选择相应的文明。游戏里面还会针对不同的统帅英雄设计他们不同的技能，还有分成不同类型的兵种，在游戏中分成4个兵种，并且不是每一位统帅他们只能使用1个兵种而已，甚至有些统帅可以用2个兵种以上，像是枪兵加剑兵、弓兵加骑兵，让玩家使用这些统帅的时候更加灵活性，不需要特意为了1个兵种拼命去抽某一些统帅，甚至你们要把某一些统帅替换成另外一个部队也是可以。像是我们一开始可以拿到的初始角色约瑟芬呢，他就是专长在弓兵还有剑兵。他一开始会抽到的角色大多数都是贞德，贞德擅长的兵种就是枪兵。也就是说在一开始其实游戏就已经有给你3个选择了，看你喜欢哪一个兵种去培养。当然一开始我是建议各位不要一下子就培养多个兵种啊，你们可以选择一个兵种专门去培养。并且在游戏中也是有他们自己系统的攻略，你们可以根据系统攻略去看，你要怎样去搭配，要弄成进攻队伍、爆发队伍、辅助队伍，甚至是采集队伍都可以。也可以提升统帅的技能、装备、天赋，让自己的队伍变得更加强。当然也不是每个玩家都有那个能力去培养这么多的统帅，但是我在前面就有说过了，这个游戏中每一个玩家都很重要，真的没有办法培养更好的队伍去上战场的话，这样你们就帮忙去补旗帜、补集结，都可以为自己的联盟王国付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游戏中看到的东西全部都是立体的，都是 3D 的，这一点也算是还原了 Age of Empires 的画面吧。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有 3D 的形式了，随着时间还有游戏的变化，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游戏画面更加立体化了。还有就是之前我在玩测试版的时候发现那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如果是盟主的话，他可以建立自己的 DC 频道，然后把 DC 的连接放在联盟里面，玩家可以透过联盟点击那个按钮，然后直接跳转到 DC 频道，加入你们联盟的 DC 聊天室。因为我也是相信不是每个玩家都可以24小时在线的，并且这个游戏其实也没有语音聊天功能，这样就很方便玩家加入 Discord 聊天室。当你们下线的时候，有一些战斗发生，他们也可以通过 DC 发送通知，或者是有一些公告策略之类的，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通知。在游戏中也是有聊天翻译功能，就算是不同的语言、不同国家的玩家也好，跟你们沟通的时候也是没有障碍的。并且在这个游戏中的聊天功能呢，我还有发现到不同语言的玩家他还有不同的分区，像我是使用中文的，系统会自动帮我开启一个中文的聊天频道，就不需要自己特意去找一些会中文的玩家，然后把他们拉进群之类的，这个蛮方便的。毕竟这个是即时战略的游戏啊，你会跟很多玩家在同一个时间沟通，所以聊天室做的完不完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下一个我比较满意的就是大地图的设计，因为我看过其他游戏的大地图设计呢都比较乱一点了，没有办法看到整个地图。在 Age of Empires Mobile 里面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联盟有不同的颜色，最重要是可以看到完整的地图，每个关卡的位置、要渡河的位置都可以从地图上清晰的看见。毕竟在策略游戏中不是只有打仗的时候我们要去注意而已，我们要怎样去扩建自己的领土，敌人什么时候靠近都是要注意的地方。有更清晰的地图让我们看到旗帜的发展，可以让我们更快速的去判断我们的旗帜应该要做什么东西，要进攻、防守还是要往哪个方向去建。在我上一个影片介绍中就已经完美的演绎给大家看了，就是因为敌方他们没有建好旗帜，没有想好要怎样去发展，而让我们发现到只要我们摧毁他们一根旗帜，后面的旗帜全部都会失效，让他们没有办法接近至高皇城，可以更快的击退敌人，甚至提早结束战斗，让我们争夺至高王城的时候压力没有这么大，敌人没有办法过来骚扰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顺利的拿下至高王城。当然的，我也相信争夺至高王城不是游戏的最后，之后应该还会有更多的更新，可能就是王国跟王国之间的战斗了。以上就是在我体验了 Age of Empires Mobile 之后的一些感想。如果你们还在考虑着要不要去玩这款游戏的话，可以根据我今天的影片或者是我之前所做过的几个影片介绍去参考一下这个游戏适不适合你玩。当然我也相信大多数玩家会担心说我会不会花钱下去，没有玩家去玩这个游戏，或者是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去玩这款游戏，最后没有人跟你一起打仗。那其实 Age of Empires Mobile 他们在某一些国家是已经抢先推出了，不管是脸书还是 Discord 上面都可以看到有很多玩家
当然那些玩家也可以称之为是老玩家了，毕竟他们开伺服器的时间比我们更早。不过也不用担心会不会没有新玩家，因为在官网那边呢是已经有300万玩家预注册了，很多玩家都在期待这款游戏的推出，也不用担心在游戏中没有活人跟你一起打仗。而且你们要知道这个是预注册而已，还没有包括那些没有预注册的玩家。当然我是建议各位去预注册了，因为预注册之后可以拿到一些游戏里面的奖励。游戏正式推出的时间是在10月17日，还有距离一段时间呢，但是现在我们依然还在300万中我在等着那500万的城市皮肤。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大家更加深入的去了解 Age of Empires Mobile。至于各位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